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苏伊士运河被堵死的影响啊。苏伊士运河呢，3月24号被一辆20万吨的货轮给横着堵死了。到现在呢，已经3天了。直到做这期节目呢，我在实时网站上看船只的轨迹啊，这艘货船呢仍然是横在运河中间啊，堵得还是死死的。在苏伊士运河两端等着通航的船只已经密密麻麻，成了一团疙瘩了。这2天的各种分析啊，都在预测什么时候能通航啊，有说25号就能通航的，结果打脸了啊，有说要堵1个月的，那这也太恐怖了。我们也不知道运河什么时候能通航啊，但是我敢说，如果这个事儿啊发生在中国，就这么大的事故恢复通航，绝对不会超过48个小时。毕竟呢，基建狂魔的名头啊不是白叫的。但是埃及处理起来呢，也确实有点让人着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估计埃及全国的挖掘机啊，加到一块还不如咱们中国山东一家蓝翔技校的多呢。好了，今天我们主要说一说苏伊士运河这次被堵的影响啊。苏伊士运河刚被堵的时候啊，有消息分析这个事情有可能是故意的。破坏中欧之间的航道畅通，影响中国对欧洲的贸易。当时有这个想法呀，是可以理解的啊，毕竟船上装载的都是中国发往欧洲的商品呢。但是阴谋论的可能性呢，确实不大，应该这就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只不过这个事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呢，太大了。对中国来说肯定不是一个好事啊，不仅仅是对中国，对谁都不是一个好事。但是这个事情呢，暴露出来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世界经济啊所依赖的物流网络原来是这么的脆弱啊！一艘货轮的意外就能够造成全世界12%的物流中断啊！特别是这条物流啊，这条物流通道是中欧之间的生命线，中国和欧洲60%以上的物流都要依赖苏伊士运河的啊！这次虽然很可能是只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啊，但是这个意外呢，有可能会给有心人提个醒啊。原来中欧之间的贸易原来给中欧之间贸易制造麻烦，竟然如此简单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以后呢还会出现类似的事故，特别是在关键的时间点上啊，令人不得不防。可能呢，大家都知道啊，货轮也是可以绕到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已经有一些货轮等不及了，开始改变航向，绕行好望角了。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这些改变航线的货轮呢，也是在堵苏伊士运河10天之内没戏啊，这才绕道的。这可以理解啊。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一次长4号啊脱困的难度到底有多大？以埃及的土木工程的能力啊，挖掘土方的工作肯定是有限的，挖几天也挖不了多少。你看看这个小小的挖掘机，再看一看中国一个职业技校的挖掘机，看看都替他着急。那就只能采取多个方法。首先呢，是给轮船减轻重量啊，船里的压舱水都排出来啊，然后有必要的话，船里的燃油都抽出来。然后呢，就是卸集装箱了。为什么然后呢？集装箱可是不好卸呀，这要在港口还好说，有龙门吊，这在航道里边哪来的龙门吊呢？普通的吊车高度和承载力啊都够呛，而且效率极低。比较快的办法可以用大型的直升机啊，费用虽然高一点，但是比吊车靠谱。但是直到现在呢，我还是没有发现有用直升机卸集装箱的报道啊，估计是不考虑了。还有呢，就是等待涨潮呗。根据水文消息，最近的涨潮是在本周日和下周一左右吧，水位能够稍微的高一点，这是最佳的救援时机了。如果说明后天还救不出来，等下次涨潮又得半个月了。有些船呢，可能这些问题一分析啊，觉得等下去不是一个办法，还是绕道了。但是这个道绕的可是不近啊，多绕了7000多公里啊，费用呢最少多出1/3。而且这个损失呢，你只能是暂时自己扛啊，跟客户没有关系啊。客户把货交给你了，价格也谈好了，海运公司只能是自己先扛着呗，把货送到，然后这个损失再找搁浅的长4号索赔吧。就这次长4号呢，
堵死了苏伊士运河呀，损失最大的首先是欧洲。欧洲的原油大部分来自中东运输是必过苏伊士运河，运河这么一堵，布伦特原油应声上涨。本来原油的价格呀，刚要回调，这回又涨上去了。原油期货市场呢，它的价格都是联动的虽然说美国受的影响不算太大，也不缺油，但是美国的 WTI 原油呢也是跟着涨现货市场的原油肯定也会跟着期货市场上涨不过这个只是暂时现象运河一旦有好消息呢，原油也会跟着回落的。苏伊士运河历史上，由于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战争也曾经封闭过几年造成了欧洲的油价上涨。不过呢，这都是历史了。以前呢，通过运河一半以上的都是油轮现在呢，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已经降到了18%吧占比一半以上的都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商品运输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对中欧之间贸易的影响中欧之间它其实就是一个经贸关系这是联系中欧的根本纽带。现在大家都知道欧盟呢对中国也开始制造摩擦了其实呢这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中欧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大幅度下降，中欧之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和欧洲之间呢，历史恩怨都已经过去100年时间了，现在又没有领土上的纠纷，对吧？意识形态的争论最终是敌不过经济利益的。那谁跟钱有仇但是呢，各种各样能够导致中欧之间经贸联系受阻的事情是要引起足够警惕的。因为中欧之间呢，如果经贸联系都没有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只剩下争吵了。这就是我开头所说的，这次货轮搁浅的事情别给有心人提个醒，就是这个意思。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提到中欧班列了中欧班列去年的货运量是大幅度上升从刚开始政府给你补贴到现在补贴都取消了，运量还是大幅的增长，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大家已经开始慢慢接受铁路货运了。虽然运费高现在还是海运的3倍吧但是快防疫物资这关系到救命的，生鲜水果这些保质期是有要求的，现在很多都是首选中欧班列了。还有一些高价值的产品比如说手机也是走中欧班列。高价值的产品呢，它对运费高点还是能承受的本来它卖的就贵。另外呢，时效性也是钱比如工厂比如一个新款手机都是从中国的工厂出货，你的货走中欧班列能提前半个月到欧洲开始销售，就能吃一口肉。那我的货呢是走海运，晚了半个月，那就只能喝口汤了呗。中欧班列是中国一带一路下的一部大棋子到去年已经开始显现它巨大的威力了。这次苏伊士运河被堵更是凸显了中欧班列的好处。如果运河真的是被堵了半个多月，更多的船只被迫绕到非洲走好望角的话，那中欧之间海运便宜的优势就被抵消的差不多了。你走海运要多花20多天的时间，运费呢只是便宜了1/3，那更多的客户还不如直接选择中欧班列了，这性价比还是能接受的。所以我说呢，这次苏伊士运河受阻对中欧班列是有好处的。那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你这么说呢，我就犯糊涂了。刚才你说运河受阻呢，影响中欧之间的经济联系现在又说运河被堵利好中欧班列，你这不是矛盾吗？其实呢不矛盾主要是时间点不合适。中欧班列现在已经体现出它的巨大优势了，但是目前来说呢，和海运还是不能相比的。3倍的运费差距就大多数的商品呢依旧都会选择海运，即使有可能会发生运河被堵导致损失的，毕竟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呢。就是该海运的还是要海运所以目前和以后一段时间，最少5年之内吧，海运还是优先考虑的运输方式在现阶段，苏伊士运河受阻对中国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尤其是最近欧洲配合美国制裁中国的这个当口中欧之间的经贸联系受阻，更是雪上加霜。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怎样的呢？
那就是再给中欧班列5到10年的发展时间啊，在中欧班列的运力啊再增加一点啊，运费再降低一点。到那个时候，苏伊士运河如果麻烦不断，海运的成本再上升一点，那才是对中欧班列真正的利好。所以苏伊士运河呢，有势啊利好中欧班列只是未来的事情，就在现阶段的中欧班列的重要性啊，还是远远比不上苏伊士运河的。但是啊，中欧班列的优势是藏不住的，就未来一定会让中国和欧洲的联系更加密不可分，所以不可能不被人盯上。它不会让中国顺顺利利的就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啊。最近的新疆棉花事件，就西方挑起这个事件的目的呢，肯定是多样的啊，但是其中一定有针对中欧班列的企图，妄图给中欧班列的顺利发展的制造障碍。就中欧班列最重要的中国出口就是新疆啊，虽然还有从东北的出口啊，但是远远没有新疆的出口重要。另外，东北的出口呢，西方是没有办法啊，从黑龙江直接出境啊，沿途就只有俄罗斯，只经过俄罗斯一个国家，这西方干瞪眼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呢，只能挑新疆这个出口下手。虽然我们提起新疆啊，第一印象都是葡萄干啊，手抓羊肉大盘鸡，但是新疆的支柱产业呢，就是棉花种植和纺织业啊。这个事情呢，大家这几天都已经得到了大量的信息，我们就不多说了。只说一点啊，就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啊都是一样的，越有钱越安定，越穷越乱呐。新疆这些年呢是越来越富裕了，维吾尔族同胞的生活呢也是越来越安定啊。西方打着人权的旗号打击新疆的支柱产业，就是想把新疆搞穷搞乱，这样他们能够实现多重目的啊。离间中国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下一步再把哈萨克斯坦搞乱，这样中欧班列的西线呢就彻底瘫痪了。今天呢，我们就是把最近的事情联系起来说一说，如何解决呢？就不用详细讲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伟大的祖国遇到的困难还少吗？就是再大的困难都被我们克服，顺利的走出来了。论运筹帷幄、庙堂之高远呐，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和中国人相比。最后呢，我们用康熙大帝主题曲的一句歌词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